向骆梦琪求婚成功那刻，我听到了他的心声，知道我和林庭轩结婚，广白一定会后悔分手吧。原来他答应和我在一起，只是为了气前男友。我以为的两情相悦，自始至终都是一个笑话。后来我终于死心，决心送骆梦琪一场他梦寐以求的盛大的婚宴。婚宴当天，在看到新郎不是我的那一刻，骆梦琪却慌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捧着99朵玫瑰单膝跪在骆梦琪身前，颤抖着声音问她：梦琪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漫天星光中，我没有注意到骆梦琪眼中闪过的一丝黯然，她勉强扯起嘴角，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，从我手中接过玫瑰。我愿意。巨大的喜悦从胸腔中爆发出来，夙愿得偿。我激动起身，抱住骆梦琪，却忽然听到一个声音：知道我要和别人结婚，广白总该后悔了吧？我一愣，松开骆梦琪。段广白正是和骆梦琪纠缠了7年的前男友。你说什么？我下意识开口问他。骆梦琪不解，微微皱起的眉眼中带着一丝不耐烦。我说我愿意嫁给你呀。与此同时，另外一个声音响起：烦不烦啊？如果不是为了让段广白吃醋，多看你一眼我都觉得恶心。我没有听错，那就是骆梦琪的声音。见我愣在原地，骆梦琪脸上的厌烦一闪而过，随即她换了神色，好声好气道：又怎么了？我看着他，脑子一时乱哄哄的，下意识问道：婚宴定在下个月，好吗？骆梦琪脸上的错愕夹杂着一丝后悔，再清楚不过的落在我的眼里。我只是想气一气段广白，又不是真的想和他结婚。他这是在干什么？放在衣服内的戒指礼盒硬生生搁在胸口，痛意涌上心脏。我终于确认，刚才听到的就是骆梦琪的心声，是他真实的想法。原来爱了他这么多年，我自以为的两情相悦，只是我的一厢情愿。就连我精心布置的这场求婚，在他眼里也只是刺激段广白的工具。围观的众人还在起哄：答应他，下个月我们就来喝喜酒。骆梦琪神色有些僵硬，低下头摆弄着手中的玫瑰。会不会太快了？旁边有人笑道：林庭轩喜欢你这么久，好不容易追到手，那是含在嘴里怕化了，捧在手里怕摔了，可不得赶紧结婚，万一女朋友被别人抢走了怎么办？不知道是哪个字触动了骆梦琪的神经，他咬唇：好，下个月吧。同一刻，握着他的手的我听到了他内心的真实想法。如果段广白知道了我要结婚，会来抢婚吗？我定定地看着他，这一刻才意识到，整场求婚自始至终，骆梦琪眼里都没有过我。我在心中畅想着同他的美好未来时，他心里念的却是另外一个男人。开车送骆梦琪回家路上，他仍是有些心不在焉。送他的玫瑰花束被丢在脚边，骆梦琪手边那几朵已经被他下意识揉成一团，浅红的花枝染红了骆梦琪的手，就连那枚求婚戒指也带上一层淡红花枝，看不清本色。他嫌恶地抽出一张纸巾擦了擦手指，冷冷地道：下次别送这些了，俗气。我握紧了方向盘，心中蓦然刺痛。3年前，他在圣诞节收到段广白随手送的一支玫瑰时，欢天喜地连发数条朋友圈，甚至还拍了照当背景图，一直到现在都没换过。我以为他是钟爱玫瑰，原来他爱的不是玫瑰，而是送玫瑰的人。车内的气氛冷凝，不像是即将结婚的恋人。
倒像是陌生人。骆梦琪拿着手机，皱着眉，一遍遍刷新着朋友圈。我听到他的心声，我已经发了求婚的朋友圈，广白还没看到吗？他难道真的不在乎我了？从前我和林庭轩稍微走近一些，他就吃醋，现在怎么没反应？我看着来往的车流，心底的爱意一点点消亡。认识骆梦琪7年，我喜欢了他7年。他和段广白分分合合，每一次分手后都是我陪在他身边。当他再一次和段广白分手，哭着扑进我怀里时，我以为他终于被我的真心打动，没想到这是他为了气段广白的手段。我这些年的守护，在他心里只换来一句多看你一眼，我都觉得恶心。我和骆梦琪各怀心思时，车内忽然响起铃声，他脸上闪过一丝惊喜，看了眼来电，果断挂断电话。你在前面那家店停一下吧，我工作有事要去处理一下。他面不改色说着谎，全然忘了他给段广白设置了单独的来电铃声。我看向他，心口传来一阵窒息。梦琪，我们不是说好了去婚纱店吗？工作的事比这件事更重要。骆梦琪眼中的不耐烦越来越明显，晚点去看不是一样的吗？可他的心声却是，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嫁给他，为什么要浪费这个时间去挑婚纱？什么晚点去看？他未来的人生规划里从来都没有我的一席之地。我转过脸，默不作声，在前面停下。骆梦琪握着手机，迫不及待下了车。他走得太急，踢倒了脚边的玫瑰花束都没发现，枝头折断的花朵掉在地上，又被高跟鞋碾过，只留一地狼藉。独自一人回到家中，打开灯，我第一眼就看到了摆在玄关处的合照。我忽然想起来，这好像是我们之间唯一一张合照。骆梦琪不喜欢拍照，准确来说是不喜欢和我合照。在一起半年，他朋友圈的9宫格照片里从来没有我的影子。不对，也是有过的。那一年他生日，我包下了全市最豪华的高空露台餐厅为他庆生。他第一次发了我们的合照，可没过半小时，那条朋友圈就被他飞速删除。周围的朋友连忙私聊问我是不是生日搞砸了，惹他不开心了。面对我的疑问，骆梦琪轻描淡写，广白看到了我们的照片，我不想让他难过，就删了。我看着他一脸无所谓的样子，手都在发抖。我努力平静下来，问他，现在你的男朋友是我，为什么要在乎一个外人的看法？骆梦琪沉默半晌，终于服软，拉着我的袖子撒娇，好了好了，我一时没想那么多，到时候重新再发一次就是了，你别总是那么小心眼。可后面他好像把这事给忘了。我不想为段广白和他吵起来，于是再也没有提起过，只默默将那张合照打印出来，放在了我为他准备的新房中。可看起来在意这张合照的只有我，就像是我们3年来的感情从头到尾都是我一个人的独角戏。我抬手看了眼导师发来的消息，他还在劝我好好考虑出国的事，名额他依然为我留着。我捧着相框，将那张合照看了一遍又一遍。照片上我望着他，他看着月，海上月是天上月，眼前人不是心上人。我早该明白的。刚回完导师的消息，门口传来动静，一个再熟悉不过的身影猛地扑进了我怀里，身体下意识地想反手抱住他，可空落落的心却让我失去了抬起手的力气。我神色平静地站着，问骆梦琪：“怎么了？”怀中的人带着哽咽的声音响起：“没什么，生意谈得不顺利。”他死死抱住我，语气委屈中带着一丝不甘：“我们什么时候结婚？婚期早点定下来吧。”
来自另外一个人的体温透过衣衫传来，伴随而来的还有他无数次掩盖的心声。我不相信他真的不在乎，难道非要亲眼看到我穿着婚纱嫁给另外一个人，他才会后悔吗？心脏一阵抽痛，我深吸一口气，抬手按住他双肩，将骆梦琪慢慢推开，望着他的双眼，我平静问道：梦琪，你真的想和我结婚吗？你是因为爱我，所以才答应求婚的吗？即便已经知道了答案，可在问出这些话时，我就像是在自己的伤口上又狠狠插了几刀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告诉自己，如果他否认，我可以痛快和他分手，成全他的爱情，为我们之间彻彻底底画上一个句号。骆梦琪眼神闪躲，脸上的表情也不太自然起来。他扯着嘴角，无奈道：你别胡思乱想了，当然是真的呀，烦不烦啊？总是来来回回地问。我当然想嫁给自己最爱的人，如果不是段广白太倔不肯低头，我怎么可能会答应？我松开握着他肩膀的手，轻笑一声：好，那你挑日子，我去准备婚礼。骆梦琪眼神动了动，他似乎想说什么，又咽了下去。我平静地看着他，等待心脏从一阵阵痛意中平缓下来。既然他想要婚礼，那我会送给他一场最盛大的婚礼，送给他和他的爱人。第二天，骆梦琪主动提出和我一起去挑婚纱，只是不是我选的那家店，而是另外一家。我看了眼地址，没说话。他心不在焉地逛着，眼神从一排排婚纱上面扫过。我叫住店员：这件拿过来。骆梦琪扫了眼，眼睛定住：这件不错，你还挺会挑，一选就是我最满意的。我声音淡淡：我们是男女朋友，知道对方的喜好不是很正常吗？骆梦琪抿唇，脸上复杂神色一闪而过。他跟着店员去换了衣服，出来的时候在镜子面前左看右看，语气里的喜悦溢于言表。尺码刚刚好，很合适，就这件。他话说着说着，突然没了声。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，是段广白。他特意选了这家婚纱店，就是为了见这个男人。段广白的公司就在婚纱店楼上。庭轩。骆梦琪脸色一变，声音甜腻地叫着我的名字，提着婚纱跑过来抱住我胳膊。你说我穿这件是不是很好看？他冲我甜甜笑着，目光却忍不住一次又一次往段广白身上瞥。看着段广白面色铁青，死死瞪着骆梦琪挽住我的手，我忽然觉得有些荒谬，似乎我才像是那个插足他们之间的小三。我的出现只是为了让他们的感情更加深刻。胃里翻涌着，我扯开骆梦琪的手，平静道：你们看起来有话要说，我先出去走走。看着自己空落落的手，骆梦琪有些反应不及。这是第一次我主动拒绝他的靠近。他的目光从段广白回到我身上，皱眉：你……骆梦琪刚开口，他的话被段广白打断。对上段广白的目光，他立刻忘了我的存在。我低下头，走出了婚纱店，看着外面人来人往，我后知后觉发现一件事：我今天一整天都没有听到过骆梦琪的心声了。难道当我决定了不爱他，就不会再听到心声吗？我正发呆，店员出来叫我付款。他看了我一眼，话里带着几分同情：先生，你女朋友在洗手间，应该一会儿就出来了。我点点头，往洗手间的位置走去。刚到门口，就撞见了段广白。他脸色不太好，看着我的眼神里满是敌意和不屑。看起来你当接盘侠当得很开心，你不会真以为他想嫁给你吧？我没回这话，把手机递给他：加个好友吧，有些事也该说清楚了。段广白刚走，
骆梦琪红着眼从洗手间出来，嘴唇红肿着，口红被蹭掉一大半。看到我在门口，她脸色一僵，神色微不可察，闪过一丝慌乱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她下意识将手往身后缩了缩，可我早就看到，原本戴在她中指上的婚戒早已不知所踪。我转身，婚纱已经买好了，回去吧。回去的路上，车内气氛沉闷，骆梦琪失魂落魄。我看着前方，忽然很想开口告诉她，你不用再纠结难过了，很快你就可以嫁给你爱的那个人。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，既然是送她的惊喜，那就留在婚礼当天揭晓吧。到家后，骆梦琪忽然开口叫住了我，她看着我，目光像是有了某种决断。林庭轩，你是真心爱我的，对吗？这3年来我对他的爱，原来是一件需要反复确定的事吗？我沉默，站在原地，心底的苦涩蔓延上来。我不会跟一个我不爱的人求婚，就像你也不会嫁给一个不爱的人，对吗？听到我的反问，骆梦琪下意识躲开了我的目光，她不自然地笑了笑，当然，又像是要跟我证明什么。他连忙补充道，我和段广白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高中时我出了车祸，是段广白把我从车里拖出来送去医院的，他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没办法和他老死不相往来。我愣住，下意识反问，你16岁在少年宫的那次车祸？骆梦琪惊讶，你怎么知道？心里说不上来是什么滋味。我看着他的双眼，一字一句道，如果我说当年救你的人是我呢？骆梦琪脸上的疑惑变为了错愕，最后定格成熟悉的厌恶和不屑。你从哪儿打听到我过去的事的？你不会以为我当时重伤昏迷不醒就能被你糊弄过去吧？林庭轩，我早知道你是个心胸狭隘的小人，我果然没看错人，亏我还想和你好好过日子。广白才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也敢来碰瓷他？他抬手，啪，脸上传来火辣辣的痛意，口腔里漫上一股血腥味儿。还没等我再开口，他已经拿着包气冲冲要出门。咔嚓，放在玄关处的合照被包打翻在地，直到门被重重甩上，他一次都没有回头。安静的室内响起手机铃声。我看着地上摔碎的合照，接起了电话。婚纱店店员的声音传了出来：先生，我们店的保洁人员在女卫生间垃圾桶里捡到了一枚戒指，看着和您手上那枚很像，您需要来确认一下吗？我看着摆在面前的2样东西，一件是破碎的合照，另外一件是刚被店员送过来的婚戒。我仔仔细细将那枚婚戒清洗了一遍，可怎么看，似乎上面都还残留着玫瑰花枝的色泽。想了想，我脱下手上另外一枚婚戒，一起放入了面前的礼盒中。这是我精心准备的，送给骆梦琪的新婚礼物，不会是以新郎的身份，而是以前任的身份。婚礼策划师发过来的方案，我又改了一次。按照骆梦琪的喜好加了些东西，务必要让她满意这场我精心策划的婚礼，包括新郎。在发现我几天没找他和好后，骆梦琪主动打来了电话。你什么意思呀？不就打了你一巴掌，你跟我玩冷战？或许是习惯了，我向来事事都对他低头，这一次我没有主动找他认错，他反倒急了。他总是这样肆无忌惮地羞辱贬低我，又能在事后若无其事把事情一笔带过。我没说话，给他发去了一份刚修改好的婚礼策划方案。最近在忙婚礼的事，有很多地方都要我去敲定细节，你看看有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？电话那头顿了顿，片刻后，骆梦琪别扭的声音响起：还行吧，也就一般。有什么需要加的，我到时候再告诉你。
或许是把我的行为当成了认错低头，骆梦琪的语气也缓和了下来，不像之前那样硬邦邦的。等会儿来接我下班，不想挤地铁。我嗯了声，还没来得及说话，电话已经被挂断。看着手上的东西，我叹了口气。出国需要的资料很多，也不知道能不能在婚礼之前办妥。朋友发来消息，你想好了，真的决定分手，不会到时候又心软，继续当舔狗？语气里明显带着怀疑。我知道所有人都不相信我会是那个提出分手的人。这些年，我对骆梦琪的好是有目共睹的。他和段广白在一起时，两人经常吵架冷战，一冷战他就会来找我。朋友都说我傻得不能再傻，没见过这么痴情的备胎。我充耳不闻，想着只要有一颗真心，早晚能打动他。他生病时，是我每天学校医院往返3小时照顾他。他吃不惯食堂的菜，我在校外租了房子，自己研究菜谱，为他做了几年的饭菜。他和段广白吵架难过时，我拿出打工攒的钱，让他去芬兰看极光，即便他宁愿带闺蜜，也不愿让我跟着一起去。3年前，骆梦琪和段广白分手，接受了我的告白时，朋友们都在祝福我心愿得偿。被幸福淹没的我，完全没有意识到，这不过又是一次骆梦琪跟段广白赌气的手段而已。段广白笃信骆梦琪还爱着他，不肯低头。被宠惯的骆梦琪也不愿服软，两人就这样僵持着，一直过了3年。我也在这种虚假的谎言里自欺欺人的过了3年。明明一切都是有迹可循的，骆梦琪一直抗拒我的靠近，却只有在段广白面前才肯牵住我的手。他从来不愿意我进入他的朋友圈，即便他身边所有人都知道我这个忠诚的舔狗。得知段广白找了新女友那天，他大哭一场，跑去找段广白，在楼下淋了一夜的雨，是我开车将狼狈的他接了回来。他重感冒烧成肺炎，在医院躺了1星期，我也就照顾了1星期。自始至终，我没有问过一句。现在看来，那些忍让都像是一场自欺欺人的笑话。可笑的是，当知道骆梦琪喜欢段广白是因为那场车祸时，我居然还有一丝幻想他发现我才是他的救命恩人后，会真的爱上我。但那一刻，他眼底不加掩饰的厌恶和鄙夷，让我彻底看清，在他心里我是什么地位。这些年的付出，这3年来的相处，落在他眼中却换不来一丝信任。手机上朋友的消息还在不断往外弹，你最好真的能狠下心。婚礼那天，我开视频给你直播。当我赶到机场时，手机上弹出一个视频通话，是孙光豪打给我的。之前他说要去婚礼看笑话，今天就赶到了婚宴现场，跟我连线直播。刚接通视频，就看到了满场粉白色的木兰花。一瞬间，我居然有些恍惚，就好像我现在所处的不是机场，而是我精心布置好的婚礼现场。镜头晃动着，孙光豪起身，边走边说：“走吧，先去看看你的前女友。”随着镜头移动，我看到了骆梦琪。自从那次吵架后，我们见面的次数很少。他试图缓和关系，但见我态度比往常淡了很多，脸也冷了下来。我们俩人就这么不尴不尬的相处，直到婚礼前夕。如果他今晚赶回家，说不定还能遇到带人来看房的中介。我父母早亡，国内没有什么牵挂，决定要和他分手后，我就向导师表明了态度。这次出国深造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回来。那套为他准备的新房也没有什么存在的必要了。正想着，我听到骆梦琪不满的声音：“林庭轩呢？他去哪儿了？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，他怎么还迟到？
非要我在这么多人面前丢脸吗？他拧着眉，拿起手机给我发消息。信息发出去，下一秒，骆梦琪脸上的表情凝固。他居然敢拉黑我！决定离开那天，我换了手机卡，删了好友，就是为了不想再和他有联系。7年前喜欢他的时候，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和他之间会有这一天。骆梦琪还在呆愣中，他烦躁地扯了下身上的婚纱，再次试着给我发去消息，得到的仍然是一个红色感叹号。周围窃窃私语，众人的目光也奇怪起来。没想到新郎居然逃婚了，骆梦琪身边的伴娘团更是震惊。在他们眼里，我才是那个卑微的需要一直跪舔的人。即便是逃婚，也是骆梦琪抛弃我。谁也没想到我是会主动抽身离开的那个人。骆梦琪已经脸色铁青，他看着怎么都打不通的电话，咬牙切齿：“林庭轩，你什么意思？就因为我和段广白见了一面，你就这样给我难堪？我果然没看错你这个小人。”伴娘团也急眼了，纷纷咒骂起我。正当众人要大闹婚礼现场时，婚礼策划师擦着一脑门汗被揪了出来：“你什么意思？是不是林庭轩和你计划好了要让我丢人？”面对骆梦琪的质问，婚礼策划师一头雾水，他指着司仪：“误会，都是误会。我和司仪刚刚在后台和新郎商量流程呢。”听到这话，骆梦琪的脸色稍微缓和下来，但仍然冷得吓人。他冷哼一声：“我自己去找他。今天这事，他得给我个交代。”孙光豪跟在众人身后，一起往那边去。他戴着耳机跟我八卦：“你前女友还以为那人是你呢，你都删好友拉黑了，他还没怀疑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你之前当舔狗当得太彻底了。”我苦笑，却无法反驳一句。骆梦琪带着伴娘团，气势汹汹推开了房门。“林庭轩，你给我说清楚！”他攒足了力气，正要继续骂，却忽然没了声音，因为站在他面前的不是我，而是一个他再眼熟不过的男人。“段广白，你怎么在这儿？”骆梦琪一脸惊愕。段广白有些局促地站在原地，脸色犹豫。“梦琪，有些事我忘了跟你说，要不我们先私下聊聊。”有人认出段广白，低声八卦：“这不是新娘子前男友吗？这是来抢婚了。”骆梦琪没接这话，看着段广白，脸色复杂，神情变幻：“我们之间不是已经说清楚了吗？还有什么好讨论的？你今天出现在这儿干什么？”林庭轩呢？看着段广白身上的黑色西装，伴娘团有人喊了起来：“你是来当伴郎？”林庭轩居然有这么大方，虽然嘴上夸着我大方，但是他们眼中却掩盖不住那丝鄙夷。也是，骆梦琪从来都没把我放在眼里过，他身边的人自然也不会尊重我。舔狗、接盘侠、备胎，我知道他们背后一直是这样叫我的。看到段广白出现，他们也理所应当地以为我为了哄骆梦琪开心，甚至把他前任都请了过来。周围吵成一片。骆梦琪冷着脸质问：“林庭轩在哪？他今天折腾出这么多事出来，是不想和我结婚吗？”说着，他提着婚纱的裙摆一甩：“不想结可以不结，难道我很想嫁给他？”司仪和婚礼策划师面面相觑，试探着问骆梦琪：“小姐，你面前这位不就是新郎吗？”这话一出，屋里的人都安静了片刻，随即吵闹了起来：“胡说八道！新郎不是林庭轩吗？这是新娘子前男友！你们这婚庆公司怎么搞的？这是婚宴，能不能别开这种玩笑？外面宾客还等着呢。林庭轩跑哪儿去了？婚宴都找不到人，我就说这人靠不住吧。”周围吵成一片，司仪也急了，拉着段广白过来：“你们让他自己说，
他是不是今天的新郎？段广白在众人视线下涨红了脸，他看着骆梦琪，结结巴巴道：“林庭轩说他和你分手了，这场婚礼是他送给我们的新婚礼物。”骆梦琪脸上的冷漠像是裂开了一条缝，他看着段广白，张了张嘴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一旁的伴娘团也惊呆了：“你在胡说什么？别开这种玩笑！”段广白打开手机，给他们看聊天记录。那天在婚纱店，我加了段广白，他本来以为我是在挑衅他，没想到我告诉他，我可以成全他和骆梦琪。作为前任，我甚至可以送他们一套婚房。段广白的家境并不好，他和骆梦琪分手就是为了攀高枝，看上了上司的女儿。可惜上司的女儿和他在一起没2天就把他甩了，而骆梦琪的家境他又瞧不上，俩人就这么一直当着我的面暧昧着。听到我愿意拿出一套房作为他们的新婚礼物，段广白没有犹豫，几乎是立刻答应了下来，甚至还一改往日对我的不屑，连连夸我是个大情种。为了这套房子，他答应先瞒着骆梦琪，直到现在才肯说出来。当然，段广白给他们看的聊天记录是删改过的，他面上一副深情款款的模样。梦琪，我们终于能有情人终成眷属。林庭轩也是被我们之间的感情打动，所以才愿意退出。他知道你一直爱的人是我，我也一直爱着你，所以愿意成全我们。说着，他去拉骆梦琪的手，想牵着她往外走。啪！他伸出去的手被骆梦琪下意识拍掉。你在胡说什么？林庭轩怎么可能不愿意和我结婚？你让他亲自来跟我说话。骆梦琪尖立着嗓子，神情惶惑无助。伴娘团吓了一跳，连忙安抚她：“梦琪，你别气着了，反正那个备胎你也看不上，换成段广白不好吗？”“对呀对呀，你们俩才是真爱。”备胎总算做了件好事。众人簇拥着俩人往外走，兴致勃勃地讨论着。虽然换了新郎，但也算是佳偶天成。都这个点儿了，走流程，先把婚礼办完吧。现场很多人在拍视频，开视频通话的孙光豪在一群人里毫不起眼。他啧了声：“你前女友看起来不怎么开心啊？她和你在一起时不开心，现在要嫁给自己真正爱的人了，怎么也不开心？”我无奈：“没什么好看的，我先挂了呀。”“别！”孙光豪连忙拦住我：“你得看着她结婚宣誓，亲眼看着她嫁给另外一个人，你才能放下。你这个性格，我真怕你哪天又回去舔上了。”在他坚持下，我还是没有关掉视频通话。我看着骆梦琪像是个木偶，被众人推到了前面。他低着头沉默着，也不知道在想什么。司仪喊了他好几次，他都在走神。台下众人看出气氛不对，议论纷纷。孙光豪凑得比较前，我听到段广白在低声劝骆梦琪：“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你打起精神啊！你难道要我和你一起丢人？”骆梦琪像是才回过神来，她看着自己身上洁白的婚纱，还有满场的木兰花，忽然红了眼。我说过，我们之间没可能的。段广白哪里管他这些情绪，不满都挂在脸上了。你这是干什么？都到这份上了，你要悔婚？为了那个备胎，你不是一向看不上他吗？听到备胎2个字，骆梦琪像是被触动了什么神经，他突然退后一步，拉开了距离，恶狠狠瞪着段广白：“你怎么能这么说他？”骆梦琪的指责把段广白吓了一跳，他反应过来，冷笑：“一直以来，你不就是在我面前这么形容他的吗？装什么无辜？你以为他不知道？”骆梦琪苍白着脸，嘴唇抖了抖。段广白阴沉着脸，把他往身边拉了拉：“别把婚礼搞砸，别怪我没提醒你。我知道
段广白还惦记着我承诺的婚房，可惜他是拿不到了。司仪现在正进行到下一个环节，让我们来看看新郎做过的最让新娘感动的事是什么。说着，大屏幕上出现了一段录像，看到我青涩的脸出现在屏幕上，我和现场的人都吓了一跳。孙光豪得意，这是我专门换的，我就要那些瞎了眼的人好好看清楚，谁才是他的救命恩人。看到录像像是街头的监控录像，众人不解。画面里，当时路过的我看到旁边发生的车祸，连忙跑了过来，不顾汽车即将爆炸的危险，拼死将昏迷的女生拖出来。刚走出去几米，一声轰鸣，我被热浪冲击，带着女生一起滚进路边草丛。救护车及时赶到，将我们都搬上了车。这是当年我出车祸的录像。骆梦琪喃喃自语，眼里满是不敢相信。他看向段广白，声音发紧：“你骗我！当年救我的人根本不是你。”段广白也慌了，支支吾吾狡辩：“这录像肯定是假的，是 P 的，是合成的。”可他的神情已经说明了一切。骆梦琪双眼通红，一把扯下头上的面纱，提着裙子往外走。这婚我不结了。场上场下乱成一团，谁也不知道事情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。段广白拦不住他，急得在后面喊：“你不跟我结婚，跟谁结？跟林庭轩吗？我告诉你，他才不愿意当这个接盘侠。你知道他今天为什么没来吗？他早就打算和你分手，然后出国，说不定现在人已经在机场了。”骆梦琪的身影被定在原地，他纤瘦的身子晃了晃，几乎站立不住。“你胡说！”他忽然转身冲着段广白吼道，声音里带上了哭腔：“他怎么可能会不要我？他只是跟我生气了，我去找他就好，我告诉他我错了就没事了，他不会不要我的，不会的，不会的。”吼着吼着，骆梦琪的眼泪已经涌了出来，脸上将美帝新娘妆糊成一片，狼狈不堪。伴娘团连忙上前，七手八脚安慰她：“他怎么敢甩了你？咱们别为这种人伤心，不就是一个备胎吗？有什么大不了的？”骆梦琪猛地推开那名女生，连连摇头：“不是的，他不是备胎，是我不好，都是我的错。”他视线在人群中来回扫射，像是期待我的出现，期待这只是我跟他开的玩笑。可他最终失望了。突然，他脸上有了光，定定看了过来：“你是林庭轩的朋友？”我记得。被抓包的孙光豪没有一点心虚：“对，你居然能记得林庭轩的朋友长什么样，真是难得。要是放在从前，面对别人的阴阳怪气，骆梦琪一定会甩脸色。可是现在，他像是完全没有听出来其中的嘲讽，语气极其卑微：“你告诉我，林庭轩在哪儿？你是他的朋友，你肯定知道，对不对？”孙光豪冷笑一声，不动声色把手机放进怀里挡住：“林庭轩都和你分手了，你觉得他会想见到你吗？”听到这话，骆梦琪面无血色：“他连一个改过的机会都不愿意给我吗？”孙光豪摇头：“你告诉我，你们在一起3年，他给过你多少次机会？你有珍惜过一次吗？”骆梦琪红着眼，一句话说不出来，扯开骆梦琪拉住他袖子的手。孙光豪讥讽道：“人呐，就是贱得慌，得到了不珍惜，失去了才知道后悔，后悔也没用。我可以明白地告诉你，他已经出国了，房子也卖了，从今以后你们俩没有半分关系。”听到这话，骆梦琪还待在原地没反应过来。段广白倒是急了：“什么房子？那套新房不是说好了给我的吗？林庭轩说我和骆梦琪结婚就送我，你们骗我！”这话一出口，
原本站在段广白那边的伴娘团也轰的一声炸开：“你什么意思呀？你要娶孟琪是为了房子？原来你是这种人，亏我还以为你对孟琪是真心的。你个渣男，你也配跟林庭轩比？人家好歹有真心。”声讨越来越大，段广白顶着众人鄙夷不屑的目光，气急败坏：“那不然呢？不为了房子，我为什么要娶这女人？她有什么好的？这种女人也就林庭轩那种傻子看得上。要我说，我娶她，她还得谢谢我啊！”段广白尖叫一声，捂着肚子倒在了地上。众人惊叫一声散开，被撞翻的婚宴蛋糕躺在血泊里，被踩得稀巴烂。骆梦琪握着餐刀，神色又悔又恨：“都是你，要不是你骗我，让我以为你救过我，我和林庭轩根本不会分手，是你害的，是你逼他离开我的。”骆梦琪状若癫狂，举着餐刀就要往下扎，旁边有胆子大的连忙拦住了他，打电话叫了救护车。我听到那边的动静，心里一紧，刚要问孙光豪，才发现视频被挂断了。后面的事是孙光豪转达给我的，那天他也被骆梦琪吓到了，手滑挂断了视频通话。后面来了救护车和警察，现场做笔录又折腾了很久，好在是没出人命，只是段广白被捅了后不依不饶，坚决不肯和解，非要让骆梦琪坐牢。他伴娘团凑了一些钱，拿着段广白的黑料，逼着他用钱和解了。孙光豪啧了声，似乎对这个结果很不满意。段广白因为这事，名声也算是在这边臭了。听说他公司都找借口把他开了。听着他讲那些事，我有些心不在焉。我以为我会很开心，听到这对曾经伤害过我的人没有好下场。可现在我心里却没有一丝波澜。我现在的生活过得很好，导师和师兄很关照我，生活的充实消减了过去的痛苦。再回忆起那些爱而不得的日子，恍若隔世。或许是看出了我在走神，孙光豪忽然开口：“你还记得你让我送给骆梦琪的另外一件礼物吗？”我一愣，记得。那份礼盒里装的是我和骆梦琪唯一一张合照，那张被他亲手撕碎无法复原的合照，还有那枚被他丢弃在婚纱店女卫生间的婚戒。看到那枚被店员送回的婚戒时，我有很多想问的，可最后那些问题都只化作了嘴边一句叹息。无需去问，不必再问，因为我已经不在乎答案了。从此往后，我只希望和他一别两宽，各生欢喜。孙光豪叫回走神的我，继续八卦。你都不知道，当时他打开礼盒，那个哭的呀，可比当初婚礼现场哭得厉害多了。要不说人都是贱的呢？他当初丢弃婚戒时有多痛快，现在就有多痛苦。说着，他一边仔细打量我的脸色，满意点头。看来你是真的放下了，居然一点不心疼。我平静笑笑，这段感情里，我自认问心无愧，没有对不起任何人，自然放得下。我的人生要往前看，过去的已经画上了句号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